最近连续一段时间出现了关于巴基斯坦的新闻，是吧？最近的一个是俾路支解放军袭击了中国驻巴基斯坦的一个领事馆。那么前几年呢，这些信息其实一直就存在，只是没有人刻意的去宣扬它。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突然涉及到巴基斯坦的信息密集的被投放呢？我们看到有人翻出来，前几年这个俾路支解放军绑架了中国援建项目的一些工人，是吧？技术员、工程师。那么去年还宰了2个去传教的。那么1周前，我们看到一个网友在发布一个信息，号召大家到北京或者在北京的网友啊，给一个巴基斯坦在北京换肝的所谓的巴基斯坦朋友去捐献 B 型血。那么你沿着巴基斯坦看一下，中国与巴基斯坦几十年来，它的关系几乎都是单边的。中国仅仅是帮助巴基斯坦在印巴冲突中保住了固有的领土。那么当然了，有一些小的军事项目，比如说空军，是吧？陆军的一些项目，甚至空军的新型战机，是吧？枭龙，在研制的过程中，巴方就已经下了订单，预先购买，提前支付嘛。其实在帮助空军发展新机种的研制。那么最近几年呢，其实开始有了一些变化，因为随着这个海上通道的不确定性，中巴之间构建了一个叫中巴经济走廊，从新疆的喀什到面向阿曼湾的瓜德尔港。中巴经济走廊呢，它在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，是吧？主要是巴方提出，尤其是新一届政府，就今年刚上台的这个，他们提出在整个建设过程中存在2个问题：第一，债务危机；第二，不公正的贸易。相对来说，中国在这条经济走廊，它能获得的比当地政府获得的更多。其实呢，很多人忽略了一个问题：中巴经济走廊，它的目的并不是中巴。其实它面向阿曼湾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知道，距离瓜达尔港100公里的是伊朗的恰巴哈尔港啊，中国在那儿也租了一个小的码头，另外还租了一个岛。中国在那儿有大型的石油城。联系到伊朗石油问题，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，中巴经济走廊它的目标地极有可能是伊朗，因为这条经济走廊它同时有公路、铁路，未来极有可能还有输油管线。这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为什么密集的出现了一些有关于
巴基斯坦新闻的原因。因为在这条经济走廊或者说公路、铁路涉及到未来的石油管线，整个这条路线上，它涉及到一个俾路支斯坦的问题。那么伊朗、阿富汗、巴基斯坦各有一个行政区，历史上他们就曾经提出过要独立。未来这个问题可能会搅动到周边的几个国家。我们知道，因为历史的原因，是吧？因为中印对峙，导致中国与巴基斯坦紧密的联系在一起。这个联系，无论巴基斯坦哪一届政府上台，都一直在强调，巴中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的基石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互动，双方都有所求。中国为了保障石油供应的多方向，尽可能多元化，不要拴在西亚一棵树上吊死。那么中国未来如果与美国形成全方位的对峙，伊朗石油就是中国能够绕过海峡，从陆路进入中国的一个渠道。我相信巴基斯坦问题，巴基斯坦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合作，中巴铁路，涉及到未来的巴中经济走廊，今后将更多的出现在我们眼前。因为这条线它会不断的被各方重视。